妹妹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哥哥，原本负责保卫相府的士兵，听说大验关破了，就开始洗劫相府。青儿呢？他为了掩护我出来，被10几个士兵围在相府。是哪位妃子出宫回家省亲啊？排场这么大，你没看那仪仗牌上写着柳字吗？是柳家？哎，对，就是那个前朝丞相家。听说这柳家的姑娘长得那叫一个美啊，她哥哥更是好看啊，而且还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呢。他哥哥现在在哪儿啊？哎，可惜了。听说啊，他在皇上登基前啊，就因病去世了啊。那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好像叫柳成风。凤儿，哥哥，怎么哭了？是谁欺负你了？我要将他碎尸万段！是皇上。那小子怎么欺负你了？他从来都不理我，我进宫这么久，见他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我感觉他一点都不爱我，一点都不在乎我。当年和他打仗的时候，就觉得他是一个闷木头，没想到当上皇上了还如此冥顽不灵，居然欺负我可爱的妹妹。还有那些嫔妃，因为我不受宠，总找机会欺负我，甚至还有人给我下毒。实在是太可恶了，竟然这么恶劣。他们从小就说我们俩长得像，要不这样，我替你复活，很快就能俘获他们心。我想，很快那个榆木脑袋就会沦陷了，到时候我们再神不知鬼不觉的换换。好，哥，那你进宫一定要处处小心啊。好，放心吧，用不了几天，我就帮你解决你所有问题。贵公公，请留步。哎，柳妃娘娘，不知娘娘唤奴才有何吩咐？我哪敢吩咐公公，不过有件小事要劳烦公主。今天天气不错。你快看，那个不是柳妃和皇上身边的贵女吗？劳烦公公把这个盒子交给我。对啊，他俩这是干嘛呢？柳妃娘娘，这是……这个木盒里的东西是……啊，好，那奴才先行告退了。岂有此理！这些藩王竟敢私自增加赋税，臣以为当下应以民生为主，督促各大藩王裁减军队，减轻赋税，让子民能够安居乐业。臣以为此举不妥。皇上，如果一味的裁减军队，臣担心各藩王的兵力无法保护各自的利益。御史大夫，我大梁国虽建国没有多久，但一直国泰民安，国力日趋强盛，与周边邻国也保持良好关系，边疆也未发生战事。为何各大藩王要保留那么多军队？丞相，此言差矣啊！没有战事就不需要士兵了吗？那么，如果有一天战事爆发，谁来保护我们的国土和诸位大人的安全呢？我大梁的国土和子民当然由朝廷的军队来守护。难道藩王的军队就不是朝廷的吗？哎呀，哎，皇上！你可真闪开！做工真的很棒啊！真的是太漂亮了，柳妃。但为什么你总能捡到宝贝？爹，女儿来看你了。没关系，隔天一定为她捡回来的。快说老爷怎么样？将军勿信，柳成风奸计在十里坡中了埋伏。我爹怎么了？将军，他和林家士兵被柳成风坑杀在十里坡。老爷！爹，您放心，女儿一定要让柳家陪葬。柳成风，
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哥犯下的罪行，全部都由你来偿还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。哎，那些是什么人啊？他们去哪儿啊？娘娘，您是怎么了？那是太后啊。再往前就是禁地了。太后身边那些人穿的也不像宫女，他们是谁啊？这个奴婢就不知道了，也许是新来的妃子吧。哎，这老女人可真是为自己儿子着想，都这么多妃子，还有人来？晴儿，身手不错嘛。谁？擅闯禁地，可是死罪。说，为什么闯入禁地？我只是一时贪玩，误闯这里。那我现在怎么？站住！这里到处都是机关，不想就别乱动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我看你还挺聪明，那我就带你出去吧。你自己都在这里，还带我出去啊？看见你面前的烛台人，帮我引下来。好吧。那边。既然你知道这里的机关分布，为什么还会被困住？没打上，快去看看。把这里放好。看来我得好好关注你。没想到会碰见太后，看来这个禁地是不能再闯了。晴儿，是跑路的气息。这太后下手可是真狠，早知道带上我这残次手套，不然就还能对着打一场。太后驾到！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是。你就是柳妃。很好。接招！太后，这是为何？没想到功夫还不错。看招！好，母后住手！凡儿，你既然为了柳妃阻止你娘，是。万一伤着了怎么办？没事吧？谢皇上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可千万别伤到我们的宝贝。我们的宝贝？什么我们的宝贝？这只手套是我的，好吧？还有，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说话，让人误会啊？皇上，宝贝只有一个，可是被母后看见了，一边是母后，一边是皇上。你放心，有朕在，朕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们的宝贝。凡儿，你刚才可是说你们的宝贝，这么说来，柳妃怀了你们的宝贝。是的，母后，您不要让孩儿为难。母后，请回吧，朕和柳妃还有事情商量。好，你们玩，你们玩啊！太后，那边啊。参见太后。你们都出去吧，把门关上。真不知道爹当年为什么把你过继给郑家，就说你这么个混世魔王。姐，您就别生气了。
我听说您老人家过段时间就要抱大孙子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还约了柳飞去吃饭呢。你回去吧。姐姐慢走。柳飞。好大的胆子！皇上后宫的妃子居然闯进太后内司。郑厅长，柳成风。哎呀，我不是柳成风，你眼瞎，我是凤儿。装，你就在我面前继续装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叫人把你身份抖出来。哎，就别开玩笑了，我真的是凤儿。柳妃是。你别叫了，你怎么认出我来的？你小子从小到大就会坑我，华成辉我也认得出来。对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可是当朝丞相，现今皇太后的弟弟。你是太后的弟弟？好啊，这些以后再给你解释。刚刚我看你跟踪我姐姐的人进来，你小子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说他们是你姐的人，他们在哪？快带我去！哎，先别着急啊。那些人是我姐用来保护皇上和后宫那些妃子训练死士用的，而且只有我姐和未来皇后才有权力指挥，我可没有权。你说只有皇后才能指挥？皇后。不过死士里面有谁这么上心？我怀疑青儿姐姐。青儿？哎，怎么会读史文书之类的？这个天照要闹离啊！等等，你真要当上皇后不可？废话，一来是为了凤儿不在宫中受欺负，二来是因为青儿，我只有当上皇后才能接触到此事，这样才能保证她安全和知道她的去向。看在我们是发小的份上，我可以帮你保守秘密，并且帮你做审判。皇上驾到！给皇上请安，给丞相请安。凤儿妹妹，在没有外人的时候，你应该叫我舅舅才对。舅舅说，你能帮我解决一些朝廷上的问题。舅舅真会开玩笑，臣妾怎么会懂朝廷上的事情？凤儿妹妹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既然选择嫁给我的大外甥，你就不应该有所隐瞒。怎敢隐瞒？你的哥哥柳成风就是个废物，他能够当上前朝丞相，还不是因为你在背后支持？你帮我继续撤封的事情，参见大人，将此信给蛮王。是。皇位都没坐稳，就想着撤藩，李志凡呢？李志凡，终究还是太嫩了。你怎么突然进京？是有什么事吗？也没什么，就是皇上一直没有子嗣，大伙担心皇上身体一直有问题，导致江山不稳。几个藩王有情绪，这不托我过来问问。谁说我反而有问题？那老姐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若是皇室有喜，你也不说一声，我们是没什么。只是那些藩王要是不知情了，他不就有借口谋反吗？谋反？他们敢？让他进来！进来可好啊？柳成风，你这老狐狸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这老狐狸怎么在这儿啊？黄毛，你没死啊？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我凡儿的柳妃，她现在正怀有我大梁的龙气。柳妃，这是南疆的蛮王，拜见蛮王。啊，这大着肚子是个女的，那确实不是柳成风啊。这蛮王往哪聊呢？他原来是个女的，这只是连男女都不分。快过来坐下吃饭。来，王姐姐，你看不是我说你，你看皇妃有喜，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，这就又不是什么大事。再说了，今天知道也不迟。那是啊，哎，那我就先恭喜老姐姐了。不是。蛮王我就说你最近酒量不行，你都太后，
能不要一喝多就拿柱子当人吗？安王这样大肆宣扬和亲之事，难道另有所图？你还不算太蠢，先把指腹为婚这件事情做实了，然后又让柳承凤生出皇子，藩王们就会认为是皇上用假怀孕来蒙骗各位藩王，这就能成为本王起兵的借口。自古反帝最怕的就是出师无名。安王这招厉害，只不过我知道你在担忧什么，本王已经安排好了可靠的人选，出来吧。见过蛮王，御史大人。惠妃，安王这不必太惊讶，柳承风跟他有杀父之仇，他的真实身份是当年被柳承风坑杀的镇远大将军的女儿曲中永。没错，莹莹，你有什么办法让柳承凤肚子里的孩子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可以用后宫争斗最恶毒，后宫36计。后宫36计。计1，假装摔倒，将他推下楼梯；计谋2，跑地上扔香蕉皮，让他摔倒；计谋3，送麝香做的香囊配饰，在他子宫的植物里放火。知道了。我还有很多很厉害的，就我这个。在这里，我这里有一瓶无色无味的药，它可以让柳承凤肚里的孩子消失掉。快点吃，吃完有你好受。你还有心思吃？你能吃出个孩子来？吃出一个孩子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起码让我看上去像怀孕了。太后驾到！给太后请安。看柳妃这肚子，应该怀的是个龙凤胎啊。柳妃近来胃口可好啊？还挺好的。可要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呢，才能生出一个跟凡儿一样高大的小王子。谢太后。我怎么突然感觉心跳加速，口干舌燥？柳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会吃出毛病来了吧？我就突然觉得好热好热。好热，肯定是天气太热了。哀家宫里还有一些冰块，快扶着柳妃随哀家回宫里去洗个澡。洗澡？柳承凤，我居然没有去澡。柳妃，你怎么还不进来？柳妃，你怎么还不进来？还好您稍等，我马上就过来。现在这种症状应该是被人下了推荐药，可是谁会给我下这样的毒？对了，柳妃，这里到处都是机关，你可别乱走。浴室里也装机关，这可怎么办？柳妃，你怎么还不脱啊？你是在害羞吗？我好热，真的好热。不好，走水！走水了！快来人呐！快救火！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露出脸呢？这不是看着着火了吗？我来救你。为了救你这货，我刚刚放火，差点把自己都打进去了。母后，发生什么了？后宫走水了，柳妃应该是受了惊吓，快扶她回去休息吧。柳妃没事吧？柳承凤，小子作死啊！刚把你送得几身内火，你又去抓这个大外甥，这怎么看着像是中毒了呢？啊！舅舅，你赶紧去叫太医。还有，你把脸洗洗，别让别人觉得好像火是你放的。我去，这回可怎么办？总不能我再去放火，把大外甥的寝屋给烧了。快，再不快点来不及了！快点，慢点，老朽跑不动了。你快点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，出大事了！慢点，老朽跑快点。哎呦！大王留步，你不能进去。老子今天一定要见到皇上和柳妃，亲自证实。闪开！带这么多人闯皇宫，该当何罪？这些都是本王的生死兄弟，可以来陪本王进宫讨个说法。讨什么说法？朝中盛传柳妃并未怀孕，那么太后所说的指腹为婚，岂不是让本王成了天下人的笑话吗？谁说柳妃没有怀孕？你怎么能听信那些谣传，带人闯宫呢？那就请柳妃出来一见。
让本王的太医一验便知。皇上，皇上，曹莽有要事求见。曹莽，你可是闯皇上寝宫，多大的罪？我怎么会擅闯寝宫呢？只是皇上一直没有反应。哎，是不是皇上出什么事了？哎，擅闯寝宫者，杀无赦。哦，你们竟然敢潜藏在宫中行刺！皇上，皇上，马王曹莽这就来救驾了。大胆子呀！今天你是要跟朕动手啊？好啊，正好很久没有跟皇上贴身。太医，柳妃的毒可解。皇上放心，臣这儿有解百毒的药水，娘娘服下便可。可是娘娘现在已经失去知觉，张不开嘴，无法进药案。你干嘛？果然有效了，立马就变得生龙活虎。看来柳妃已经完全康复了呀。曹莽，你跟进来干什么？我怎么就不能进来了？哟，看来柳妃还未完全康复啊。皇上，你这宫中的太医不行啊，要不让本王的神医来替柳妃诊治诊治？那就有劳神医了。娘娘，请伸手。神医，我的身体出什么情况了？根据脉象，娘娘服了不该服的药，导致哮喘。不可能！宋太医，快去给柳妃看看。是。柳妃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？快讲！回皇上，依脉象所看，娘娘确实是流产。皇上，你要怎么给臣一个交代？你要什么交代？柳妃的孩子没有，那么指腹为婚，岂不是让本王得天下人的笑柄？那我收回指腹为婚的承诺便是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万一那些藩王要是为了替本王讨一个公道而起兵的话，他们敢？那这就不好说了。毕竟那些藩王终究都是跟本王一起打天下的生死兄弟。生死兄弟，蛮王，你真的确定你那些藩王弟兄会为你起兵吗？三里屯一役，你带领你藩王弟兄的20万大军追杀柳家军1万余人，追上了10天未果，反而损失了6万余人。白云山一役，你带领你藩王军的10万大军对3万柳家军，结果粮草被劫，10万大军被困在白云山上，饿死4万。其实你坑你藩王弟兄的事情还很多，你真的觉得他们会为你起兵？若是他们知道了当年的3位柳家军都归顺给了皇上，你真的觉得他们还敢起兵吗？不是，就算那些柳家军现在还在，就算那些柳家军现在归顺了皇上，可是没有了柳成风那个老狐狸的话，那柳家军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虽然我哥是不在了，但是我和我哥从小一块长大，无论是才学还是武功，我们不分上下。若是藩王敢起兵，我就敢带柳家军把那些藩王给坑了。你以为就凭你3言2语就能蒙骗得了那些藩王吗？你若是不信，我们2个比试比试。好啊，比就比啊。说吧，怎么比？女人就是磨叽。比试嘛，当然用最新颖的方法了。你我2人站在两边，谁若是将假山踢到了3尺之外，就算获胜。提前说好了，只能用力气，不能用内力。好啊，跟你的娘们儿比，哪用得着什么内力呀？开始吧。开始吧，可不能把假山震碎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出了残影，怎么会一动不动？有这么大的力气？没想到蛮族的力气还真大，我快支撑不住了。原本我听我哥说，蛮王只是智商不行，没想到力气也一般，不如我一个女子。我听说蛮王原本是个屠夫，
我看你还是去当你杀猪的去吧。啊！虽然我是个屠夫，但我最讨厌别人说我是杀猪的。呀！你已经用内力，你输了。明明是他用言语伤及我才。即使允许使用内力，蛮王你也输了。你怎么就断定我输了？这石头不止3指，10指也有。这怎么算？谁让他使招？蛮王不就是担心指腹为婚这件事不能兑现，让你成为笑话吗？张芊芊想说什么？只要半年内让柳妃再次怀孕，这一切就都解决了。老姐姐说的有些道理，只不过柳妃进宫也是有些年头在了，半年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这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这柳家军是否存在，是得好好查查。其他的藩王都对柳家军有所畏惧，如果证实真的柳家军存在，那么他们未必会愿意起兵。以在下之计，蛮王应该加快起兵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如果蛮王不起兵，就即使他们知道柳家军还在，已无退路，蛮王他们就只能跟着你干下去，不是吗？哎，对呀。王大兄，你果然是老奸巨猾，臭不要脸啊！臭不要脸啊！那你那边的事情要加快实施了。这个蛮王你放心啊，体现价值的时候到了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很好，王大兄，我的棋子已经下完了，这盘棋你又输了。蛮王，你的围棋太厉害了，这哪里是下棋，简直是巧儿搭积木啊！你是说，柳妃是因为服用了催情散而导致了小产？回皇上，臣敢用脑袋担保。那这么说，催情散是真的，怀孕也是真的。这个从脉象上看，确实如此。真的怀孕？我的好柳妃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看来我真的应该好好关注一下你。娘娘，这些兵器放哪儿啊？把这些拿到我寝宫，我自己整理吧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你以为我要弑君呢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准备这些，就是你大外甥不是喜欢武功兵器吗？到时候这些东西让他研究个10天半个月的，我就又有时间了。啊，皇上既然不休息，那我也陪您吧。不趁着你睡觉的时候下药，我怎么敢睡？不过没想到你这凡间的木头还挺适合当皇上。人呢？搞什么呀？每次送信的方式都这么奇怪。看来蛮王这些人都蠢蠢欲动。蛮牛打算筹备起兵了，你小子打算怎么办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真把别人当白痴啊？再说，你就那么怕李志凡发现你来我这儿？尽量避免误会。皇上驾到！给皇上请安。柳妃，你这是在研究什么？我在看鱼。那你又是在研究什么？还不打算出来吗，舅舅？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了吗？我们2个今日在此，就是为了商量藩王异动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。舅舅的消息还是蛮灵通的嘛。那说说你的看法吧。那个凤儿已经有了解决的法。确实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其实很简单，就一个字，就是乱，搞得越乱越好。我似乎已经听明白了，你接着说。我们可以派一些人打着不满藩王的旗号去藩王的领地，一来是为了延迟藩王起兵的速度，再是可以让些藩王因害怕而放弃谋反。但这些也都是缓兵之计的。我倒是挺好奇，
柳妃，你说的那支柳家军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？哎，哪有什么柳家军啊！皇上，我当时只是骗草莽而已。更何况管理军队这些事情都是你们男人做的，我一个弱女子，我怎么知道这些细节？男人的事，小女子。舅舅，你觉得柳妃和柳成风像不像？启禀皇上，蛮王等藩王领地突发骚乱，纷纷上书谋求解决之策。丞相，至于骚乱，可有什么好办法？回禀皇上，微臣最近一直在处理藩王子嗣学院和南部水患的事情，实在是没抽出时间，所以这么说，丞相你确实很多事情要做。前几日朕遇到一位故人，或许能帮你的忙。宣，他没死。草民柳成风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自今日起，你为朕的右丞相，与左丞相一起帮朕治理国家。看看吧，这以后就是你的丞相府了。这不是我之前的府邸吗？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走这么急干嘛呀？要不留下来陪哥唠会儿嗑？好了，咱俩以后还是避免单独相处的时候，我可不想再招惹我那大外甥啊！喂，你就这么怕李之凡吗？那要恭喜柳妃了。皇上，没想到柳妃穿男装还别有一番风味嘛。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吗？你从哪过来的呀？朕命人在巷子和寝宫之间给你修了一条密道。以后你下朝之后，得先回巷尾，再经着密道回寝宫。要不这样子，皇上您回去，臣妾留下。你身为朕的妃子，把你留在宫外，总有些闲杂人等过来找你讨论国事，你说让朕怎么放心得下？启禀蛮王，御史大人急见。你有没有点素质啊？不知道敲门吗？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？门开着呢。呀！把谁放到我面前？让我自己出去领20军了。啊！出去！啊，是。什么？这种混蛋老狐狸，这人！毛毛，谁让你起来的？不是说好了贵族3个时辰才可以起来的吗？再说了，你是一个王，怎么能言语这么粗俗呢？是不是？我罚你罚的还不够啊？啊，没有，如果你说的对。哎呦，主要是这个信的内容，它实在是太气人了。起来吧，把信拿来让我看看。是。蓉蓉，你累了，我帮你捶捶背。蓉蓉，跟你商量事儿吧，以后能不能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罚我了？我好歹也是个王了，这要是被下人看见……什么？我就是说，不行就算了。柳成风竟然没死，现在还准备当大梁的丞相。啊，上次大雁关一战之后，确实传闻那个柳成风已经死了，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。你说，会不会是李之凡为了威慑你们，故意搞了个假的柳成风？哎，还真有这个可能。上次还说什么有什么柳家军什么的。啊，一时激动。不管他柳成风是真是假，我都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启禀老爷，南疆的飞鸟传书到了。真没文化的东西，那是飞鸽，不是飞鸟。去，拿上来。是，请。哎，怎么是个人？鸟呢？外使名为飞鸟，这是蛮王给您的书信。他这不是逗我吗？这是甲骨文吧？蛮王说了，欧阳文你这没文化的废物啊，一定看不懂。所以说呀，派我来给你口述。你说什么？信不信我烤了你这只破鸟？蛮王还说了，我呀是蛮王最喜欢的千里鸟，你要是把我烤了，他就把你全身上下的毛都拔光。我没有要伤害你，是说让别人给你烤只鸟啊！你好好说，这蛮王都给我写了什么呀？计划1，后宫妃子多是当朝重臣的子嗣，你提议李之凡立后，力荐柳妃，挑起柳成风呀和朝内重臣的不和。这计划2，蛮王就说了这么多
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蛮王这个计划倒是不简单呢。去，跟后厨说，从今天起每一顿饭给我加5只鸟，我就不相信吃不绝这破鸟。哼！冬季相关事宜已经筹善完毕，不过什么？直说。往年都是太后主持冬季，但按祖制，冬季理应由皇后主持，所以你是在催朕立后是吗？臣不敢。臣以为，现在大梁一片祥和，皇上也该立后，好为皇室开枝散叶。听这个意思，御史你是已经有人选了吧？说出来听听。老臣以为右相的妹妹柳妃贤良淑德，颇有母仪天下之风。欧阳文这老头是想让我成为后宫的众矢之的吗？右相你意下如何？回皇上，臣认为这是皇上的家事，臣不该也不敢去议论。报！启程急报。念，让他们都听听。齐城周边水患，大量流民涌入，镇南将军私开军粮库，分发军粮给流民，造成粮库空虚。户部，回皇上，南方水灾之地均已开设粥厂救济灾民，按理说不应该有大量流民涌入齐城。不应该。可现在流民就是出现了，怎么办？皇上，臣以为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讨论流民，而是应该考虑如何治镇南将军的罪。那你说他犯了什么罪？私自挪用军需物品，理应当斩。镇南将军开军粮库也是为了救济灾民，怎么能说是私自挪用？灾民自有齐城知府负责安置，镇南将军挪用军库，就该治罪。右相，你来说说。臣认为现在该做的，罢免镇南将军，实行立即收押。柔柔，逼胡亥开军粮库的计谋，怎么就能让柳成风跟李之凡产生隔阂呢？李之凡没有皇者的气魄，他一定不想治胡亥等人的罪。如果宫里的那个是真的柳成风，那他一定会阻止赈灾，而且治了胡亥的罪。那如果是假的柳成风的话呢？那就更好办了。一个不懂得如何赈灾的将军，很快就会把粮草耗光，到时候我们就举兵北上。对哦，一箭双鸟。柔柔，你果然是老奸巨猾呀！毛毛啊，你过来。哎，好，怎么了？是一箭双雕，不是双鸟。还有老奸巨猾可以形容欧阳文，不可以形容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你为何在朝堂之上公然违背朕的意愿？同意治镇南将军的罪。皇上，你误会我了。难道这句话不是从你口中说出来的吗？皇上，如果继承的军粮一旦用完了，蛮王举兵北上，就因为你区区的猜测，要革职一个为民着想的将军。恳请皇上下旨，关闭军粮库，将镇南将军收押。你先回宫吧。皇上，朕让你回去。哎，喂，什么？哎，快！堂堂丞相，居然为了自己的外甥媳妇爬狗道！快拉我出去，我卡住了。那你求我呀？我求你了。和大外甥其实不想治胡亥的罪，他有自己的苦衷。我知道，他是因为他父亲的死。那你还……可是你也知道，如果不治胡亥的罪，会是什么结果？可是，为了大梁，他只能这么做。飞鸽传出来的信息说，柳成风支持欧阳文，主张革了胡亥的职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很被动了。哎，柔柔怕什么呢？大不了再拼一次，跟他冲了。
我们的胜算并不大。咱们不是还有7成把握吗？柔柔，你不用担心。现在无端端冒出个柳成风，我们的把握已经不足5成了。我得赶紧回信，让他们时刻留意柳成风的动向。把信鸽给我。嘿嘿，柔柔，你看这信鸽又大又肥，好香啊！妈妈，我是要回信的。这个地方没有第3个人进来过。那我进去是不是不太合适？无妨。这是……走吧。我来跟你讲个故事。让开！李太守，你带这么多府兵前来干什么？李某只是想向将军拆借一些军粮赈灾。只要您像之前一样遵循为官之道，本将军定会派人将军粮送到太守府。夫人，竟然想趁机挣黑心钱！夫人不必动怒，我来协商。将军不必介意，夫人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李某并非不懂为官之道，只是李某现在手里确实已经没有钱财，希望将军看在江中百姓的份上，开仓赈粮。等李某所出粮草一到，定当如数奉还将军。那就爱莫能助了。太守，请回吧。夫人，儿，住手！是。你想造反？李某此举也实属无奈。事后，李某当进京请罪，强闯军粮库之后，父亲只身一人进京请罪。后来发生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了。那个昏君是怎么做的？住手！丞相，给我出去！是。罪臣谢丞相在朝堂上为罪臣讲情。太守为国为民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恳求丞相能够保住江中郡的将士。承风无能，但愿为太守尽力而为。有丞相这句话就足够了。丞相，咱们就此别过了。李太守。江中的百姓向你送行了。李太守，无论是为了当年的承诺，还是为了承风，都会守护李知藩。如今的祁县不比江中，江中的中部，祁县的南疆要塞。祁县一旦出现任何问题，危及到的是整个大梁。我希望皇上能抛弃一些平凡人的情感，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。皇上。传命，革去镇南将军的职务。革去之后该如何处置？朕相信右相已经替朕安排好了。皇上，臣多说无益，望你谨记身份，为朕治理好大梁。恭送皇上。什么救济灾民，免去3年上贡？老子从来就没有上供过，好吧？我的苹果！我错了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的战备粮很快就要被耗光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派兵把他们都驱逐出去吧。如果我们不愿意调出战备粮，意味着我们正在备战。如果这个时候李知藩举兵南下，我们根本无暇调配前线的士兵应战。那怎么办？那总不能让他们把我们的战备粮吃光吧？我现在担心的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，那些新民很有可能是士兵假扮的，这一切都是柳成风的阴谋。这个，柔柔你不用太担心，那个柳成风很快就要消失了。消失？我已经安排了几个死士去刺杀他。什么？
以后朕不允许你在任何情况下以身犯险。是啊。毛毛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你看那边，你看来了。哦。哎呀，你叫什么叫啊？把我的鸟都吓跑了。啊？我不就是鸟吗？我不就是鸟吗？啊？哎，我说的是那个会飞的鸟，不是你这个鸟人。我们派去的3名刺客，今早人头被挂在城门上。啊？那刺杀柳成风的任务失败了？看来一定是失败了，连严刑逼供都没有，直接将人头挂在了城墙上，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啊！看来李志凡马上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他敢动手，我还敢动脚呢。大不了我拉着其他方法，我跟他拼了！拼！你就知道拼啊！我们现在粮草不够，各项准备也不充足，现在拼一点胜算都没有，你知不知道啊你？知道，你先把手松开。那然后你有什么办法吗？这办法嘛，也不是没有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女儿准备只身前往大梁为您报仇，希望您在这之中能陪我如意一场。志凡，我要你们血债血偿！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舅舅来，可有什么事情？不知皇上可有介意不说话？都是自己人，但说无妨。舅舅怕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怕让我知道吧？我去哪儿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？是温柔来大梁城了。温柔？大外甥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和温柔可是有婚约的。再说了，他那父亲北郡王可是因为你的原因才……你要怎么处置啊？我欠他的太多了，我打算先把他接进宫再说。志凡哥哥，志凡哥哥，温柔，这些年你过得可好？我终于见到你了。大外甥还真把温柔接进宫来。柳成风那小子不会吃醋吧？皇上这样布局，确实让蛮王觉得我们兵力充足。可是我们北郡和温岭的军力过于空虚，所以我担心。你担心北郡的士兵，名义上是大梁的部队，但实际上是前北郡王的部队，不一定听命入。虽然他们人数不多，但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。如果他们和蛮王合作，不得不防啊。是，我和你有同样的担心。可是现在，温柔已经入宫，我觉得他们未必。你就这么相信温柔？谁？出来！是我呀，志凡哥哥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找柳飞姐姐的呀。温柔妹妹找我有事吗？我一个人都闷死了，姐姐，你陪我出去玩玩嘛。妹妹，你能容我更换一件衣服吗？不嘛，我们现在就去。闹，放开！我哪有胡闹？出去，以后不许你再来柳飞的房间。哼，你们凶我，我去找太后娘娘去。哼。温柔妹妹好像不高兴了，你去安慰一下她吧。没事，不碍事，会好的。来，我看看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柳成风的肩膀受了伤，这么强，他刚刚慌忙崛起的，应该是一张兵力部署图。难道说，现在的丞相柳成风，真的是柳成风假扮的？
太子殿下，刚刚截获的情报表明，北郡军师诸葛明已经动身前往大梁城。这个温柔确实不简单，看来我们的柳丞相这次有的忙。那我们是不是将这些情报告知柳承风？不必了，柳承风什么都不知道，事情才有趣。而且我还打算帮草莽一把，让大梁更热闹一些。那个不听话的小家伙回来了吗？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他安置在别院里。我不希望他知道任何跟柳承风有关的消息。是。古有庄子以鲲为棋，蛮王的坐骑虽不如鲲，倒是比鲲别致。谁啊？是你？你这随国太子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？在下喜欢四处游历，今日路过蛮王的领地，所以特来拜会。你的目的能这么简单？有什么事情就直说。我最不喜欢这种文化人兜圈子。既然蛮王不喜欢兜圈子，那在下便直说，我大隋国愿意资助粮草、兵器，助蛮王起兵攻打大梁。你们能有那么好心？该不会是又想给本王下套，或者想从本王这儿捞取什么过分的要求吧？在下的要求很简单，只需蛮王承诺不伤一人性命即可。这么简单？你出钱出力，就为了一个人？能力超群的人才，我自然是要争取为我所用。别废话了，说吧，谁？大梁当朝丞相柳长。私自潜入大梁，伪装成太后的死士。你这小家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如果我未曾发觉，你是不是准备伺机刺杀李世蕃和太后？承风的仇，静儿不得不报。幸亏为兄发现的及时，命人将你带出，不然你可能真的就见不到柳承风了。你说什么？承风他还活着？为兄这样说，自然是活的。那他在哪？好不好？数月前，有人在大梁境内见到过柳承风。太好了。大梁国土万里，国民数千万计，你独自一人，如何去寻？放心吧，为兄已经派人去寻，一旦找到他，我会命人将他护送回隋国。可是，你我虽只是一结兄妹，可这么多年来，为兄可曾对你食言过？你就安心回隋国等消息吧。那兄长不一起回隋国吗？为兄还有事情要办，你就先回去，替我好好陪陪父皇。为兄自然会为你寻回柳承风的。太子殿下，接下来我们去哪？出使大梁。隋国使臣来访，你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干嘛很紧张的样子？喂，你跑什么？心虚吗？而且刚才听到易青云的名字，你好像很有感触。难道你也坑过他？还是说你也有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？这位丞相，请你不要用这么恶俗的设定好吗？我只是觉得这次他来大梁，肯定有别的目的。你想多了吧？人家不是说了吗？共修两国100年之好。修好，这样的话你都相信？你到底知不知道大梁周边的形势啊？不知道。你可真厉害，不愧是靠关系当上的丞相。隋国的实力与我们相当，你们最开始起兵反抗前朝的时候，隋国就已经屯兵100万，想伺机一举灭了大梁。幸亏隋王弟死得早，不然……隋国刚刚发生内乱没多久，他们更加应该和我们表面上修好。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他们这次派来的使臣是易青云，所以我觉得不得不防。共修两国之好，派出一个太子也很正常。再说那个易青云带那几个人能泄起什么风啊？你是不知道那个易青云有多可怕。哦，有多可怕？易青云可以凭借慕容清父亲的5000骑兵，就在1个月之内把他的父亲送上皇位，还将他8位皇叔和30万大军给坑杀了。所以我们不得不防。这个易青云，按照你的描述，能征善战，能言会道，那他是不是长得草莽一样？特地跑来我这儿，就是问这个问题啊？
谁说能征善战的人长得就跟草莽一样？他本人我没见过，倒是听说长得还挺俊俏的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臣，看来右相对易青云很关注。毕竟是隋国太子，所以隋国太子到，宣隋国太子觐见。使臣易青云参见大梁皇帝。使臣易青云参见大梁皇帝。太子舟车劳顿，快快平身。谢大梁皇帝。素闻隋国太子才智过人，仪表堂堂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大梁皇帝谬赞，这位一定是大梁文武双全的右丞相柳承风吧？下官参见隋国太子。丞相多礼。在下希望，如果有机会，能单独跟丞相讨教些问题。这得看皇上的意思。这我想，大梁皇帝应该不会介意。朕当然不介意。今夜，朕为你设了宴，你一路辛苦了，先行回去歇着吧。谢大梁皇帝盛情，那在下就先行告退了。我大外甥好像在吃你和这个易青云的醋啊。来，可以，来。好，来，诸位，这第一杯，让我们敬远道而来的太子，满饮此杯。好。大梁皇帝说是家宴，为何不见柳丞相？我家兄今日有要紧事，所以未能出席。这位想必应该就是柳妃吧？正是，我代表我的家兄敬太子一杯。柳妃的相貌真的跟令兄极为相似。如果柳妃换上男装，假冒丞相上朝的话，我想也未必能有人识破吧。难道他看出来了？太子，你真会说笑。我一小女子，怎么敢冒充兄长的模样上朝？这可不好说。柳妃假扮一下丞相，倒是可能会糊弄某些人，但是这样做也会有不少破绽。比如现在，如果有人敢去丞相府查看的话，皇上，我无妨，你先去处理一下。是。这温柔不会是听了易青云的话，找人去丞相府查看了吧？以防万一，我得先行告退，回丞相府再说。皇上，隋国盛产香料，在下此行带了秘制龙涎香，此香料极为珍贵，就算在隋国也只有6盒。不知柳妃是否喜欢？有劳太子殿下了。柳妃，柳妃，没事吧？还好吧？没事。柳妃身体不适，朕先送她回去。左相，替我招待一下太子殿下。来，本相敬远道而来的隋国太子一杯。皇上和柳妃姐姐怎么不见了？柳妃娘娘身体不适，和皇上先行回宫。既然柳妃不喜欢此香，那在下便把珍贵的香料送与郡主。这是我隋国盛产的香料龙涎香，气味比较独特，使用时只需打开盒子，香味自然会依附在身上，并且3日不散。3日不散？柳承风，你以为赶回丞相府就没事了？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。那诸葛明在此，就谢谢丞相。
那不是诸葛明吗？他找你干什么？说是拜托我进宫享见温柔，实则是想试探我吧。郡主，情况如何？启禀郡主，属下刚刚拜访丞相府，他身上果然有毒结香的气味。果然如我所料，立刻散播出去。我要让全大梁城的人都知道，他柳成风是柳成凤假扮的。哼，后宫干政了，这柳成凤想不死都难。郡主此计虽好，但属下觉得还有所欠缺。好，有何欠缺？属下建议，在散播消息的时候，再加上一个信息，就说柳成凤他假扮丞相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帮他的哥哥复仇，利用丞相之职谋害之臣参与起义功臣。郡主觉得可否？就这么办。后宫干政，外加意图谋害朝廷要臣，柳成凤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最近皇城内有什么可疑的人员出没？没有，不过有几件不寻常的事情，都跟柳妃娘娘有关。什么事儿？据子氏汇报，柳妃娘娘经常在寝宫周围无缘无故的失踪，而且宫外流传，柳妃娘娘为了替哥哥报仇，假扮右相，意图谋害前朝覆灭的功臣。此事可有实据？也是近2日才流传的，属下未曾考证。不过柳妃娘娘的寝宫确实有密道，去查清楚。遵命。这可怎么办啊，御史大人？现在四处传言，柳妃娘娘假扮丞相，要谋害当年有功之臣。当年柳成风的援军可是我下令撤退的，如果追究起来，我当年烧他们的粮草。你们这算什么？如果当年不是我给柳家存上，是谁要？够了！给我闭嘴！你们都是老夫爵家，有功于我朝的功臣，谁敢害你们呀？可是，如果传言是真的，柳丞相真的是柳妃娘娘所假扮的，这样，明日我提前将柳岩上奏，并且要求皇上验明柳成风的身份。这个方法好啊！是。如果流言是真的，后宫干政，欺君罔上，我们超斩！我刚刚用这么多封信才给真相，有什么意义？真相除了你说的那个，信是假的。有本奏，无事就退了吧。臣有本启奏。讲。近日宫外传言，右相乃柳妃娘娘假扮，在利用丞相之权，谋害参与覆灭前朝的有功之臣。为了让有功之臣心安，终止宫外流言，臣等恳求在朝堂上验明右相身份。为了区区的流言，就要在朝堂上验我丞相的身份，不道。回皇上，李大人所言也并非没有道理。虽说只是流言，可他牵连到了我朝的丞相和众多有功之臣。此事只需要换一名卫士或者是宫女来帮右相验明身份，证实流言不实就好。臣认为此举不妥，朝堂之上验身，简直就是荒唐之举。不必再争了，哀家可以为右相证明。参见太后。母后，儿臣给您请安。您怎么来了？我也是在宫外听闻关于右相的传言，本想等退朝后找皇上传，没想到在殿外居然听见有人要给右相验身的可能事。太后怎么会突然出现，给我验明正身？太后刚刚说可以帮右相验身，不知哀家亲手验证过，
柳成风是男儿身，御史大人该不会以为哀家连男女都分不清吧？在下不敢。恭送母后。恭送太后。柳成风，你可知罪？回太后，微臣不知。你还给我装！右相，你先回府，朕有事情和太后商议。是。儿臣感谢母后在朝堂上为右相解围。这么说来，柳成风的真实身份你是知道的？还是知道。那你就是担心母后知道之后的反对，所以才没有向你提起。胡闹！我不允许你们做出这种有损皇家声誉的事情。你终日沉迷兵器，不近女色，还以为你是心性所致。您身为太后，儿臣希望您不要干涉皇家大事，而且希望您清楚，陛下对朕很重要。太子殿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万分抱歉。成风兄既要当丞相，又要当妃子，忙也是正常。太子殿下还是那么喜欢开玩笑。你骗得了他们，但你骗不了我。我此次前来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拆穿你的身份，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我希望你能来大辽当丞相。太子殿下若是为此事而来，那就白跑一趟了。李志凡虽然资质不错，但是过于优柔寡断。你在大梁无法施展你的真正才能，而且你在大梁就不怕哪是身份败露，你的上身之祸。那也不必太子殿下为我担心。既然成风兄执意留在大梁，那为兄便不多说了。那些不该被李志凡知道的事情，为兄会替你保护。不过为兄要提醒你，李志凡虽然优柔寡断，但他绝不是一个草莽。丞相对我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可以让柳成风当丞相，为什么还要让他做妃子？这样，我们老李家岂不是要绝后？启禀太后，温郡主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温郡主觐见。温柔参见太后娘娘。免了吧。谢太后娘娘。不对。太后，这是太后。温柔在宫里住的可还习惯？一切都还好。你和凡儿早有婚约，大梁自古就有成绩优秀的男子和心仪女子求婚的传统。我看你和凡儿就在东烈市完婚吧，你觉得呢？温柔都听太后娘娘的安排，只是什么？你尽管提。只是温柔希望东烈可以在北郡举行，一来可以告慰我爹的在天之灵，二来也可以让之凡哥哥得到更多北郡百姓的爱戴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回头跟凡儿说说。多谢太后娘娘。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想跟你们说说，今年冬猎我打算在北郡举行，顺便让皇上在北郡举行册封大典。什么？驻扎在北郡的全是前北郡的士兵，在北郡冬猎，我以为容他。臣妾觉得在北境举行册封大典有些不妥。有何不妥？我看你是不愿凡儿立温柔为妃吧？臣妾不敢，只是蛮王等藩王虎视眈眈，皇上若去北郡冬猎，是不是大梁的局势自有皇上会评判？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妃子说三道四？自古后宫不得干政，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听太后的安排。太后对柳承凤相当不满，没有柳承凤，事情就好办。进报，干什么？大梁密见。念。
这全是密文啊，属下看不懂。没文化真可怕，拿过来。还是我家蓉蓉有文化，人只有她写的字我能看得懂。李志凡，柳成风，马上就要成为本王的猎物了。郡主为什么不事先跟属下商议一下？你这样做太危险了。我明白军师的担心，可是我已经等了这么多年，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，这个险我不得不冒。只是事发突然，来不及跟你商议。属下知道郡主报仇心切可，我已经通知了曹莽，相信以他的实力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那郡主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曹莽他……军师大可放心，就算是曹莽失败，我也还留有后手。按照我写的去做，记住，千万不能有任何纰漏。禀告蛮王，苏氏，将士们已经全部就绪，请蛮王指示。传令下去，挑选500精兵，随我潜入猎场，其余士兵原地埋伏。是。我大梁国乃是无数热血男儿在弓马之上建立，而明日这1年1度的冬猎，更是展现我大梁男儿雄风的盛会。按以往惯例，冬猎成绩优异者，不但能得到美人的青睐，还能得到晋封和不菲的赏赐。尽情享受属于你们的盛会吧！出发！皇上，我们该出发了。不着急，最好的猎物往往只是最后才出现。大外甥，你好像胸有成竹。这一次的猎物一定让你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驾！温柔，你放心，反而不会有事。他一定会给你猎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猎物。是。驾！别动！不好，我们被包围了。目标终于出现了。李志凡，南疆蛮王曹莽，恭候皇上。归西，狗贼曹莽，你这是造反！哎，左相这话说的，本王怎么会造反？本王自始至终就没有承认他这个皇帝。很好，终于撕破了，我等这一天很久了。早有安排。本王的几千兵马就潜伏在四周，已经将这里团团围住。你们3个是自己动手呢，还是让本王代劳啊？如你所说，这几千人，或许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全身而退，但前提是，你得真有这几千号人。哈哈哈哈！那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启禀蛮王，我们伏在后方的数千兵马突然被大批人马围住了，将士们伤亡惨重呀！什么？李志凡，就算你事先做好了准备，就凭本王这里这些人杀你们3个，足够了。可惜的是，我们不止3个人。曹莽还不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！就不放！我就说了吧，反而一定会猎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猎物。自朕登基以来，你就一直有反心，我已经忍让你很久了。看在你为大梁出过一份力的份上，你一人自刎，这些士兵可以活。李志凡，你以为你人多就一定赢了吗？将士们，你们都怕死吗？誓死效忠蛮王。谁输谁赢，还不一定呢。放下武器！放下武器！你们，温柔，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不太适应这种血腥的场面，想先行告退。温柔，蛮王曹莽的宠妃，你伪装的还挺好。太后娘娘，你说的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这是死侍从曹莽王府盗出的密信，你竟然勾结曹莽刺杀皇上，说这到底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当年柳成风围困我爹，你们李志凡、曹莽
身为盟军的你们为什么不去救？我如今孤苦伶仃的活在世上，全都是拜你们所赐。今天你们都得死！我已经派人在四周摆放了大批火药，想见一出，这里的所有人都得死！柔柔，别过来！就让我们一起葬身火海，你们都要为我爹陪葬！爹，女儿终于为您报仇了！我呢？柔柔，我呢？诸葛明为什么不放火？孩子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趁还没有铸成大错，收手。可以啊，都死光了，我自然会收手。冥顽不灵！鹏鹏，柔柔，我在，谁也别想伤害你。妈妈，我定能护你全身而退。诸葛明，救驾来迟！马王郡主，快快上马！大外甥，曹莽等人已经被我们困在山上，是否进山围剿？夜里上山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，让他们多活一晚上吧。皇上难道没有告诉温柔，当年北郡王真正的死因吗？你觉得他会信吗？也是，当年他爹若不是想当皇帝，故意将你和曹洪的大军引入我哥的包围圈里，他爹带兵攻打皇府，也不至于死。你哥的手段果然是高明。当年三路、曹莽、温良，还有欧阳文，他们都想着占这个皇位，可是他们都没想到，最终坐上这个皇位的人。妈妈，你怎么样？妈妈，别担心了，我没事。诸葛明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回蛮王，我们现在被困在山顶，此刻天色已黑，我想他们不敢贸然冲上山来。我们可以在此地稍作休整，待我看准时机，便冲下山去。好，那剩下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是。诸葛明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按我的命令点火？不要再说脏话，是我下令不让他点火的。你下令，为什么他会听命于你？其实诸葛明一直是我的人。你的人？那我之前也该让你知道了，你爹的死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当年我用计支开了欧阳文和李志凡的部队，不是的，所以你父亲在攻打皇城的时候才会孤立无援，被围杀在大梁皇城之外。不是真的，不是。妈妈，你要干什么？杀了我，就能给你爹报仇了。不可，退下！蛮王，退下！杀了我，为你爹报仇！杀了我！妈妈，对不起，你这个大傻瓜，你明明知道我进去就是为了复仇，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？只要我对你是真心的，这就够了呀。你是我曹莽今生唯一爱的女人。蛮王，蛮王！妈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的，一步走好。恭送蛮王！我错。妈妈，你一个人会不会觉得很孤独？妈妈，你太孤单了，我来陪你。何大仇未报，你不能有这样的想法。为了所谓的报仇，我害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。以前都是他陪着我，现在我想好好的陪着他。齐飞，你醒醒！诸葛明，如果我想死，谁也拦不住我。我好累，就让我为了我自己做一次选择吧。妈妈，我们回家。王妃，王妃。